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了解真相，為正義發聲。我是美玲。中國男星於朦朧遇害已經2個多月了，海內外的熱心人士都在關注此案，並且不斷的為於朦朧發聲。網傳涉案人的之一的資本女大佬田海蓉在10月24號出席她的首度執導並且主演的電影《我的世界沒有我》首映禮就在她聲情並茂的發言時有眼尖網友發現，她身後牆上出現一個和於朦朧十分相似的身影，而且田海蓉走入她站定的位置前這個身影就在牆上，看起來神似於朦朧。觀眾朋友們在看這段視頻時可以注意一下，就會發現牆上的影子還在活動。我們所有人，我們都不是孤單存在的，我們都是被所有的人包圍着的。我們不僅要愛家人、愛朋友、愛身邊人，我們乃至要愛陌生人。常常都是会那個陌生人，他真的會出現在你的身邊去關愛你。我有一次游泳，我差一點淹死了，可是救我的人是一個陌生人。外界發現田海蓉在首映禮發言時竟然哭了，或許是她擔心這部電影再度翻車。網友們紛紛表示，朦朧就在你的身後，他來抓你了。朦朧站在你後面，脊背不發涼嗎？田奶，你敢回頭嗎？看是誰來找你了，小魚顯靈了。田海蓉，你不要再表演了，於朦朧就在你身邊，你所作所為世人都看清了。那麼還有網友還找出於朦朧生前的照片和牆上的身影幾乎是一模一樣的。2025年的11月12號，美國靈媒坎迪斯·斯塔爾用靈魂盒子與朦朧的靈魂進行溝通時於朦朧告訴他，一個女人要求一些人性侵她，這個女人是個老闆，他們還同框過。儘管田海蓉在於朦朧出事後說不認識她，但有網友找出了兩人多年以前的合照。這次出現於朦朧身影在田海蓉身後的事件以後也不禁讓人想起此前英國靈媒泰威廉也曾經說過，於朦朧靈魂在纏繞着那些惡人。2025年的11月19號，坎迪斯和於朦朧的靈魂第4次來通靈時問到了陳都靈的現狀。於朦朧表示，陳都靈現在非常危險。坎迪斯問，現在還有很多人被關押嗎？於朦朧的靈魂表示，還是有很多。坎迪斯問道，你知道他們可能會被關在哪裡嗎？於朦朧的靈魂表示，那個地方像是地下的避難所，陰暗潮濕，而且進去會要求報警號。這裡聽起來有點像是中共多年以前在中國多地秘密修建的防空洞。坎迪斯問於朦朧的遺體在哪裡時，他說出了上林、地產、保利、慈善機構，並表示自己的遺體在博物館的密室，還提到那些家伙太可怕了。這裡博物館可能指的是啟航藝術館。那麼他提到的上林可能是北京上林世家。10月23號，中國網友俄主播團隊對於朦朧的生前綁定的微博手機號定位以後發現手機所在地是北京市朝陽區林萃路1號院9號樓上林世家。當時拿着於朦朧手機很可能是張燕，他參與過湖南衛視天一傳媒2013快樂男聲廣州賽區的活動執行、宣傳片的拍攝、現場統籌。在網上搜索保利出來的消息顯示中國保利集團有限公司是由中共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的大型國有中央企業，成立於1993年的2月份。前身就是中共解放軍裝備進出口的窗口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該集團的主要業務涵蓋了國際貿易、房地產開發、文化藝術經營、礦產資源投資開發以及民爆化工，並且從2015年開始躋身財富世界500強。保利集團的總部位於北京市的東城區朝陽門北大街1號新保利大廈28層。那麼這家大型的國有企業有中共軍方的背景，也經營着文化藝術。看來這也很可能和於朦朧的案子有關係。於朦朧靈魂也披露一些此前不為外界所知的消息，聽起來似乎是每周進行一次外科手術，那些人還吃了遺體，而遇害的人都是些有名的人，並且表示他們害人的手法很娴熟，也很恐怖。
坎迪斯詢問郭俊辰下落時，於朦朧靈魂回答說他已經被害了，有壞人購買熱線。這聽起來呢，似乎是有人付錢來看直播，而郭俊辰現在和上帝同在，身邊還有天使。而目前在外面活動的郭俊辰其實是一個被朋友假扮的。此前呢，有人質疑這個人可能是范世琦。有網友發現一組照片，左邊是郭俊辰此前的視頻截圖，右邊是和郭俊辰相貌相似的男子。網友們指出兩者間的細微的差別。左邊男生是雙眼皮，而右邊男生呢，眼皮是內雙的。左邊男生是厚嘴唇，而右邊男生呢是薄嘴唇。左邊男生人中比較長，右邊男生呢人中比較短，而且呢两個人鼻子也是不一樣的。於朦朧靈魂還說出了讓人更加震驚的消息，這裡不忍敘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呢，可以找回原來的節目來看看。他們表面上打扮的光鮮亮麗，但實際上呢根本就沒有良心，做出的事情讓人惡心。而更加讓人震驚的是呢，他們竟然把這些害人的行為通過影視作品來呈現出來。聽起來呢，這些人應該是影視圈內比較有權勢的導演、編劇或制片人等。於朦朧靈魂表示，自己生前曾經懇求過他們不要再設局了，但換來的卻是他們更加的變本加厲。於朦朧說自己想尋求幫助，對他們的行為感到非常的厭惡。這些人還性侵孩子，並把他們鎖在房間裡。於朦朧靈魂表示，U 盤裡有他收集到的一些被消失的人的真實的經歷，並且用中文2次說出了特殊警告。他說，周圍那些人都是同性戀，他們吃螞蟻、老鼠、田雞和青蛙，還表示他們很壞，傷害老人和孩子，應該去探查他們的家，他們罪有應得。於朦朧靈魂接着用中文說出了一些詞語：情報、演習、裝備，並且呢還用中文說出了有人花5000萬再下一盘大棋。這不禁讓人猜測到，是否是中共當局在秘密進行傷害性武器的裝備，而且呢做某種大型的預謀。10月22號，靈媒 Deborah 在招魂儀式中收到了驚人的消息，顯示陳都靈被關在北京启豪藝術館的3樓，可能是地下3樓，已經昏迷了，情況非常不好。Deborah 詢問我們能做什麼幫助陳都靈呢？他收到的信息是：救救我，我被困在啟豪藝術館，求求你們快來。他很擔心陳都靈，因為12月4號是滿月，不確定他們這一天是否會對陳都靈做出什麼。而且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於朦朧生前也很喜歡陳都靈，他也確實知道很多東西。這次坎迪斯與朦朧的靈魂溝通時說出的內容，和美國的靈媒迪恩在10月1號在油管直播中和於朦朧靈魂的通靈時呢說出的內容很相似。既有一群有錢人付費來觀看明星們的這些直播畫面。於朦朧靈魂還告訴坎迪斯，那些在娛樂圈中舉足輕重的人，還故意把這些場景放到影視劇裡播放給人們，讓公眾潛移默化地接受這套東西，在不知不覺中被洗腦。油管頻道信不信由你主持人李明指出，最近這10年左右的中國大陸古裝劇呢，似乎都在講一個故事，有人為了愛、為了天下、為了命運而選擇獻祭自己。這樣的劇情在電視劇《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燼如霜》《蒼蘭訣》，也包括目前還沒有播出的《引燈訣》《獻魚》。李明表示呢，幾乎是每一部爆紅的中國古裝玄幻劇呢，都有死亡及救贖的情節。這難道只是巧合嗎？還是背後的一種潛意識的編程呢？如果這不只是屏幕前的藝術，那些劇情中描述的死亡、犧牲、獻祭，是否是橫跨靈界與人間的意識契約呢？我個人認為呢，這更像是中共多年來有目的、有系統地摧毀了中國5000年敬天信神的傳統道德以後呢，再有意識地通過變異的影視劇給中國人洗腦，尤其是選人獻祭，就是在害人，而這也是邪術。無論做這些事的人覺得自己如何的有權有勢，但終究逃不過上天的審視和嚴懲。
有網友聯想到於朦朧生前的遭遇，就說呢，他是神照進中國影視圈的一道光，讓世人看到中國影視圈的污濁，讓世人看清中共的魔鬼統治。2025年的11月20號，靈性導師旭宇和於朦朧的靈魂來進行溝通。旭宇表示呢，於朦朧回到了光的狀態，在他眼中是一團很大的淡色的金黃色的光團，裡面隱約能夠看到於朦朧的影子，而這正是高維靈界的靈魂狀態。旭宇表示呢，於朦朧請他代為轉達有關未來的重要信息。現在整個宇宙運轉的果報巨輪已經開始轉動。於朦朧說，過去很多人和他一樣被傷害了，這些事情已經是無可挽回了。但是呢，如果沒有這些事件的累積和惦記呢，人們是不會醒過來的。因為過去發生的第1起、第2起，甚至是第10起遇害人呢，外界都沒有發現這些隱藏在地下很深處的邪惡。只是覺得呢，這些人運氣不好而去世了。大家現在才知道，他們都是被害的，而那些害人者的罪惡罄竹難書。於朦朧披露，從他所在的維度來說呢，宇宙在這件事上的打算以及可能的時間點是，整個黑色鏈條原本是埋在地下的深處，但這些呢惡心稠密的暗黑能量，地下的黑色鐵鏈頭緒，將他被害的事件率先從惡心的沼澤中被拉出來。所有的鐵鏈形成的鏈條會不斷的從黑色沼澤底下惡心的爛泥巴裡被一節一節的拉上水面，重見天日。在這個過程中牽扯出來的人數和層級呢，將超出人們的想象，其中包括台面上的和台面下的正國級的中共權貴。於朦朧還特別解釋了台面下的正國級，就是他擁有正國級官員的資格與身份，但沒有在台面上列位。這就不由得讓人想起了此前視頻人老登爆料於朦朧在遺書中提到的親王老男人。有猜測說呢，這可能是指中共黨魁習近平的親弟弟習遠平。於朦朧也表示呢，這個鐵鏈周遭纏繞着惡心的碎片，邪惡的枝枝節節也會被拉到水面上來。雖然他們只是一群攀附權貴的惡心的人，但當他們被暴露在陽光下時呢，也是第一批被烤焦的人。他們中一些人會突然間從台面上消失，也有一部分人呢會從台面下消失，外界也會陸續發現這些情況。而這個黑色鐵鏈頂端的正國級等中共頂級的紅色權貴們被拉上水面後呢，也將被陽光炙曬風化，並形成粉末，隨風飄散。雖然這個過程呢很漫長，但終究會變得越來越薄，越來越細，直到有一天鐵鏈會脆斷。從現在往後大概是2年的時間，人們會看到最大事件的發生。那麼我想於朦朧這裡提到的可能就是指的是中共暴政滅亡的時間點。於朦朧說呢，當所有的事件被公開時呢，人們會發現發生在我們身上以及我前面發生的慘案是連在一起的。從現在到2026年，這中間會有中小型的事件陸續爆發，也有很多人會被調查落馬，那麼還有一部分人呢會被扔出來頂罪，也有一部分人呢想逃卻沒有成功，還有一部分人呢或許有點良心發現，或是承受不了內心的譴責，但他們並沒有高尚到想去自首，只是因為害怕而不小心露出馬腳而被發現，但這也是他們應得的懲罰。於朦朧表示，我現在已經是非常好的狀態，大家可以不用再替我傷心了。於朦朧表示，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讓黑暗的鐵鏈被拔出來，讓它在陽光下被烤得脆斷掉。他也提到呢，在他後面可能還會有1、2個，甚至是2、3個人沒有辦法避免遇害，他對此十分的難過。但是呢，仍很感恩朋友們幫助這些人發聲。他說，積累你們的光，照亮每一個灰暗的角落，這些在後面將被犧牲的人才會有更多可能在被犧牲之前見到太陽，因此而平安。他想請大家繼續來關注這件事，不只是因為人們喜歡他，而是現在是時候應該把這樣一個盤根錯節的幾十年埋在黑暗沼澤下的黑色鏈條拖到陽光下，被大眾看得一清二楚的時候了。請各位一起用炙熱的陽光來把它們烤碎，
大家比一個光愛一個光，全部人加起來的光就足以將它們粉碎。當然呢，這也是需要時間的。但是只要我們持續的把它們攤在光面下面，檢視它們，用強光照射它們，這些鐵鏈會慢慢的脆化，在最後一刻崩解。於朦朧特別提到，希望大家幫忙，他請海外華人多留意身邊的人，尤其是很多這種黑暗的鎖鏈，多注意海外的社會的黑色權貴，多去查看他們的資料來放到網上，這也是公開在陽光下。而這樣做呢，就能夠加速黑色鏈條脆化的速度。於朦朧說，希望中國國內的朋友們都保重自己的健康安危，不要太激動、太盲目的向前衝，因為這會影響安全。他希望國內朋友們身體力行地保持內心的良善，不是嘴上說說，而且呢，也絕不要同流合污，不禍害他人，並多查找他們的資料來放到網上，也是公開在陽光下。同樣可以加速黑色鏈條的脆化速度。我個人覺得呢，這些人可能是中共紅色權貴以及那些依附他們的人。於朦朧指出，邪惡開始陸續崩塌的過程中呢，還有很多邪惡的事。雖然現在他們在台面上很歡快，但到2026年初就會陸續崩塌。他們到時呢，就會知道和魔鬼做交易不是長遠的路。他們現在怎麼歡，明年就會怎麼哭。甚至都沒有哭的時間就會消失了。那麼從中呢，我們可以看出，於朦朧遇害的絕不是單一的明星拒絕同流合污而被消失。從於朦朧的事件，人們驚訝地發現，他所在的天一傳媒已經有喬任梁、本溪、呂家榮、邊策等人被消失。而這也絕不是一個經紀公司的問題，而是中共治下多年來中共權貴們殘害人民的產業鏈。還涉及到了由中共紅後代把持的活摘器官、東南亞的電詐園、上海明星們的直播和所謂的藝術館等的邪惡，都串聯到了一起了。那麼說白了呢，於朦朧事件就是把中共幾十年來在地底下秘密運行的邪惡鏈條一點一點的給拔了出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繼續曝光中共的邪惡，並從精神上覺醒，和邪惡的中共劃清界限，不協同他。也希望國內的朋友們趕快退出邪惡的中共黨團隊組織，迎接美好的未來與新生。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點燃希望，為正義發聲。感謝您關注看大陸節目，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